哦，还是语音控制的。基本上车里所有的功能都用语音可以说。25寸的装两肯定是没问题。还是保留了机械的按键，自研的比例啊还是非常高的。现在讲话叫顶流，一个很高的评价了。远方美食家，枫叶少年游中国，我们和子豪又出发了。我是说话慢但是吃饭快的小段。Hello， 我是喜欢看环境的萌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豪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子豪3个人一起来到了可不是吃饭的地儿啊。大家看我身后这个连绵一眼看不到头的地方，大家能猜出来在哪儿吗？对，北京小米汽车工厂，看看这个小米汽车开起来究竟是什么样。问子豪一个问题，开过电动车吗？没有，没开过。在加拿大开电动车的人多吗？现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啊！我开过2次电动车，我还在小米的苏七里边坐过一下。哦，对，但是它开起来什么感觉？我还真没体验过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小米工厂呢，就得坐他们的摆渡车到里边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米北京工厂的，应该这个叫什么脚底下啊，门口。对，其实还是挺气派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它看起来不太像生产汽车的这么一个，对，一个工厂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小米汽车的展厅里了啊。目前呢，小米是只有一款车在上市，叫 SU7 苏七啊。在我跟萌姐交流的过程当中，我理解萌姐最好对车的要求就是在我不费脑子的情况下，把我从家送到单位，从单位送到家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有一点就是外观，只要是符合自己的一个审美，就这款颜色，你觉得这颜色？其实你仔细看，它这上面那个漆还有一点像珠光似的意思啊。其实我在网上看小米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车，这车5米长，2米宽。其实对我们日常来说是个不小的车了。在加拿大的话，我们正常去超市购买，后备箱要装很多东西，对，购物车得装一车，对，正常都是1周去1到2次超市，所以说这个所以对空间有要求，对空间也会有要求。加拿大那边因为广阔，有点地广人稀的意思，就是比较地广人稀，所以说正常像咱在国内一般不会一言不合就上高速，那边基本上就是上班也就上高速。刚才子豪不是说吗？想看看这车的后备箱空间够不够说，一大家子去超市啊。小爱同学，打开前备箱和后备箱。哦，还是语音控制的。你看它这个还算不小了哈。那主要应该承载应该是后备箱。对，行啊，我觉得它这个宽度就是普通宽度，但是深度真的挺深。你看，一只手都这么看。我觉得那个大的行李箱装2。对，最大号的装2个可能装不下，但25寸的装2个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对。我想，在手上拿着东西的时候，就用膝盖顶一下，为了1家4口的一堆东西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在展厅呢，把这个小米的展车也稍微体验了一下，大概了解。对，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试驾车，说可以试乘试驾一下，我们把车开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小米苏七的驾乘体验怎么样啊？来，子豪你开车，我去副驾，萌姐坐后排，咱们走起。开始无框车门。我后面的空间真的感觉很大。子豪是这样，我们基本上车里所有的功能都用语音可以说，都可以用语音。对，比如说小爱同学，打开主驾和副驾的座椅通风。已经打开了。啊。座椅通风调大一点。座椅通风已经是最高了。小爱同学，主驾请讲。把后视镜往上调一点。主驾后视镜已经帮你调到最上面了。而且大家能感受出来，就是它能听出我副驾说话和主驾子豪说话，它的控制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有一些跟驾驶相关的，我这儿说就不管用，只能他这儿说。你比如说我坐在副驾，我说你调方向盘，那就要影响驾驶了，这会出安全隐患的。小爱同学，左后请讲。你看可以，它能请打开后方的车窗。后排车窗打开了。咱们就这么折腾小爱同学了。小爱同学，副驾请讲。现在咱们在哪儿？现在在北京市通州区新房路附近。这个我觉得这挺好的啊。这个功能真的很好。它这个车的感知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摄像头、激光雷达，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他，前面那个车是什么车，他有时候也能告诉你。真的，我感觉好像开起来和油车没有太大区别。没有太大区别吗？我觉得过杆的时候可能会稍稍的
硬那么一点啊。这辆车已经开了12000多了，平均能耗是14千瓦时每100公里，也就是说每100公里要14度电。你家里如果5毛钱一度的话，100公里才7块钱。经济性上来说，确实电车，远远的好于任何油车。小爱同学，左后请讲。请关闭左后车窗。关上了。不是，萌姐，你那边也可以拿手调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。咱们不是说只能跟他聊天，不能用动手，也可以拿嘴说，也可以动手。咱这个上面还是保留了机械的按键的。对，我觉得甚至有些按钮必须要有。你比如说双闪，这是永远必须得是实体按键，你不可以说这东西是触屏的。如果屏幕坏了呢？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，但是很多人会忽略，就是前风挡吹风这个功能。如果你开的路上这个到了一个有雾的区域，马上这车里有雾，对，我必须在1秒钟之内把这玻璃给我吹干净了。对，因为有好多人觉得说做的太低啊，你这个车的视野的开扬感不够好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可以。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还有这个坐姿。对，所以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我跟子豪，我们俩都是1.85米往上的身高，对，我感觉这个头上面还有2个拳头的空间，我还有2个拳头的空间。像在加拿大那边的话，下雪的天气比较多，因为一年嘛，基本上是半年下雪，所以4驱卖的特别好，是吧？对，然后而且这个对车子的这个可靠性要求比较高，但这个车驾驶到目前为止还是挺舒服的。它有舒适、运动这么几个模式可以调。我们看看驾驶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驾驶模式调到标准。只有主驾可以设置驾驶模式。你看它有个安全冗余，安全的这个，对，这是明显是出于安全的考虑。对，如果主驾、副驾、后排都能调驾驶模式，那可能随便说点什么，你一脚下去，油门就捅出去了，所以那不行。小爱同学，请把能量回收强度调到标准。哎，咱现在已经调到标准，我抬脚试一下。这个的确顿挫感还是有点明显。好，我们试驾已经结束了，又回到了小米工厂里边。刚才呢，我们还看了一下资料，人家给我们介绍了，说这个小米的自研的比例啊还是非常高的，就是能在国内生产的，我们就在国内生产。比如说它的扁线电机，它的大压铸，也是雷军很引以为豪的一个，就是我多少吨的那个压铸啊，在这个业界还是一个现在讲话叫顶流，对，是个顶流。子豪看完以后觉得怎么样？性能上满足你的要求吗？我觉得很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对，因为它这个动能回收模式调到柔和的话，其实我感觉开起来和这个咱开油车没有太大区别。那就我觉得就是对一个很高的评价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说这个电车会有这个问题，然后所以我刚才也特别注意了一下，我感觉调到柔和之后没有任何不适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对小米SU7的试驾体验，包括工厂的一些参观和了解呢，暂时就到这儿。对，下面我们要体验的是没有人开的车，无人驾驶。对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北京最大的钢铁核心。我们去首钢，带子豪再感受新的一季远方美食家。我们枫叶少年继续游中国，拜拜。